自我检测，你有照顾好你的内在小孩吗？请依直觉诚实地回答以下问题，回答是或否。1. 我很容易去讨好别人。2. 在我内心深处，我觉得自己有问题，跟别人不一样。3. 当我为自己争取权益时，会感到不安，宁可委屈自己。4. 我做事严谨，凡事要求完美。5.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6. 我曾有或正有饮食失常的问题。7. 我常不知道自己情绪上真正的感觉。8.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让别人不要生气或避免冲突产生。9. 我几乎从不表达自己负面的情绪。10. 我有睡眠失常的问题。11. 我觉得人是靠不住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12. 我很怕单独一个人，愿意做任何事来避免独处的情况。13. 我发现自己会做自认为别人期待我去做的事。14. 要我关心别人，比关心自己还来得容易些。15. 我很好强，而且讨厌输的感觉。如果你有3题以上答案为是，表示你忽略了自己的内在小孩很久了哦。建议你勇敢面对问题，你可以借由自我觉察、自我探索、心灵成长、内在小孩等相关书籍、课程，提升心理安全感，疗愈内在小孩。如果你有5题以上答案为是，表示你的内在小孩受伤程度不轻，建议你要花时间学习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，可以考虑寻求专业人员协助。为什么应该照顾、疗愈内在小孩？内在小孩对我们的人生、待人处事影响很大，它就像是我们的自我保护程式。往往在感受到童年创伤类似的情境时，下意识用内在小孩习惯的方式处理。所以一个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关爱、没有安全感的孩子，他可能长大后在亲密关系中会非常焦虑、不安，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因此会不断想要讨好、寻求认同，可能因此让自己和伴侣都承受庞大压力，不断恶性循环。内在小孩反映着童年没有被照顾的部分，长大后会通过和其他人的相处过程去补偿，尤其在亲密关系中，让我们不断陷入这样的回圈中。因此，了解内在小孩，就可以更加认识自己，也可以了解情绪、行为背后产生的真正原因。可能与原生家庭、童年创伤有关，其实过去对现在会产生莫大的影响。唯有彻底了解，才能疗愈我们自己和内在小孩人生，才能更顺利避免不断陷入既有的回圈中，难以跳脱出来。如何照顾内在小孩？想要照顾内在小孩，你要先了解你的内在小孩，想一想内在小孩的目的和需求，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自我觉察、培养心理安全感上，学习如何重新养育你的内在小孩。也就是说，让内在小孩可以感受到你在童年时期所缺乏的爱和安全感。疗愈、照顾内在小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可以定期倾听、自我觉察，照顾自己的内在小孩。每一天，你可以先问自己这个问题：我能为自己做点什么？1. 感受、连结内在小孩。你可以找一个小孩的照片，或是假想一个小孩，让自己每天和这个小孩对话，分享心情，不要责备或批评自己，而是用中立客观的方式叙述事情和心情。练习和内在小孩连结、对话、自我探索、自我觉察。2. 利用书写疗愈内在小孩。依序模拟他的日记书写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验事件，借由人称的改变，能帮助自己移动心理位置，用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个经验，能让自己更客观、更有同理心，也能感受一下自己心境上的变化，达到情绪抒发、自我觉察与自我接纳。书写过程中会有指责自己或他人，逐渐转变成接纳安定的心理状态。3. 成为自己的内在父母，关爱自己。
疗愈内在伤痕的方式，就是给自己小时候要不到的东西。不妨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好好陪伴自己。想象如果你是自己的父母，你会怎么对待自己呢？向父母诉说心事时，你期望他们会怎么回应？问问自己，现在的我真正需要什么？我能为自己做点什么？成为自己的内在父母，好好照顾自己内在的小孩。练习聆听，关心自己内在的需要。内在小孩是什么？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他就是内在小孩。内在小孩代表我们天生本能最自由的样貌，是由我们经历过所有无论好坏的记忆和情感构成，也包含有我们的创伤，那些从小没被满足的爱、照顾、关注、接纳等需求。童年的照顾者、主要照顾者或父母，无形中会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、情绪反应、人际关系。内在小孩会吸收照顾者的所有言行，让我们感到一切的安全与不安全，包含负面想法和伤害，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各种影响，尤其在于人际关系影响深远。不管在童年还是成年后，当内在小孩得不到关爱与疗愈时，内在小孩就会受伤，它会让你的情绪容易失控，或在人际关系互动时感觉受挫，跟世界格格不入，在工作中不受重视，时常被欺负，在感情中受伤，没有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，更在人生重要抉择时刻认为自己我不好，我不配，进而可能导致你做出错误决定。根据书籍《情绪阴影》解释，内在小孩有5个原型。1. 创伤小孩原型，这是心理咨商师最常碰到的类型，也是内心觉得受伤的那一面，是由童年曾经被忽视、虐待等创伤记忆造成的。这样的内在小孩面对亲密关系，容易有着自怜自怨和以牙还牙等无法控制自己的阴影面，往往会选择逃离和躲起来，才能保护自己不被伤害。不过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让他更能同理怜悯他人。2. 贫穷小孩原型，是因为童年时期曾受父母吝啬对待或漠不关心，导致充满不够或不被满足感，造成心理的缺乏感而自私忧郁，看不见或看不见他人的付出与需要。贫穷小孩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，别人对我不够好，或者别人都做得比我好。不过也因为不足，所以也拥有努力向上、积极争取的光明面。3. 孤单小孩原型，我们从出生那刻就开始学习信任，但若是童年主要照顾者父母很少给予接纳与支持，会造成自己对于环境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，为求生存会勉强讨好，看人脸色或故作无所谓。长大后可能因此找不到人生的定位方向，且亦会向外寻求满足，寻找替代品，如家人、恋人，依附他人而拒绝成长。4. 神奇小孩原型，神奇小孩可能在2种条件下产生，一是从小到大都没有遭遇太多的挫折或他人的压力，或是现实环境太令人失望了，所以造成自己还保持童年的真善美的眼光去看待外在的人事物，或是隔绝自己去面对真实的环境，因此学不会在适当的时间说适当的话，做适当的事，甚至有不需要依靠努力和行动力就能获得的不切实际幻想。5. 永恒小孩原型，我们内心抗拒长大，不想承担责任的那一面，就像彼得潘，永远都像个小孩，也因此缺乏承担与负责的能力，会想把工作推到别人身上，想要靠耍赖来解决问题。内在小孩起源是什么？内在小孩有许多名称，像是真实自我或是神圣小孩。精神分析学家卡尔·荣格 Carl Jung 是最早提出接近于内在小孩概念的心理学大师。他在儿童原型心理学以 Child Within 来代表儿童原型。荣格在原型心理学中提到，人类内心的运作有很多种模式，即使我们长大成人，
内在还是会有一个部分停留在过往状态，会有一个神圣小孩持续呼唤和影响我们。而首位使用内在小孩 inner child 这个名词的是美国精神病专家休米西迪 Humi Sildini， 他在《探索你内心的往日幼童 Your Inner Child of the Past》一书中提到内在小孩。内在的和解与宽恕是一种强大的疗愈力量，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精神成长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当我们学会释放愤怒和恨意，我们就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恢复了内心的宁静。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并认识自己的情感，无论是愤怒、恨意还是伤痛，我们都不该否定它们的存在，因为承认和接受这些负面情感是内在和解的第一步。了解与接受，进一步去试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情感，找出触发这些情感的深层原因。接着，需要学会接受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，并且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到。释放和原谅，释放对这些情感的抵抗，并且尝试去原谅引发我们这些情感的人或事。宽恕不代表忘记或者否定痛苦的经历，而是选择不再让这些经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自我成长，选择宽恕和和解，我们就开始了自我成长的过程，从过去的伤痛中学习和成长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爱与接纳，最后我们可以通过爱和接纳来实现内在和解。当我们学会爱自己，并接受自己的所有优点和瑕疵，我们就已经达到了和解和宽恕的最高境界。内在的和解与宽恕是一个需时间耐心的过程，但只有经历过这个过程，我们才能真正释放出内心深处的力量，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。内在和解的深层原因通常与我们过去的经验、潜意识的信念和对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。以下是一些可能影响内在和解的因素。过去的痛苦经验，被霸凌、虐待或遭受创伤的人可能需要在心里进行和解，以释放那些压抑的情绪和痛苦的回忆。内在的负面信念，我们对自己的不良评价或负面观念可能成为内在和解的障碍。例如，有些人可能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或被善待。避免痛苦的情绪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忽视或压抑痛苦的情绪，而不是面对它。然而，这只会让情绪寄宿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里，导致更多的不适和困扰。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，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可能会引发内心的冲突和不安。我们需要透过内在和解来寻找内心的宁静和平衡。透过内在和解的过程，我们能更深地理解自己，善待自己的情绪和需求，并释放那些束缚我们的旧方式和旧信念，以促进心理的健康和成长。这不仅要求我们面对自己的痛苦和恐惧，也需要我们倾听内在的声音，接纳和善待自己。现在，你看到那个在暗夜中的自己吗？迎向他，紧紧地抱住他，真诚地对他说：“我爱你。”